那么今天下午这第3个视频，我们主要来聊一聊美股的网易，这也是咱们之前粉丝约稿的一个品种。那对于这个品种，整体走势还是后期整体是向上看涨，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形态是非常的少见，所以这次视频我们是重点是把这个形态拿出来说一说。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只美股它上市的时间是比较长了从2000年至今整整走了25年了。那么在这25年之内的大部分时间，它是处于第一波的一个牛市当中最高是涨到了2021年的2月份，高点是 134.33。 在这之后，市场迎来了较大级别的一次调整。那我们还是先通过这个黄金分割测算一下它回撤的一个比例关系。可以看到这次的向下的调整是基本上临近了黄金分割 0.618 的支撑，也就是在 51.46 美元左右。从这个位置行情再次向上目前可以说是有冲击前高甚至于突破前高的可能。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次非常少见的形态，这里我具体给大家画一下头肩底。那么按照波浪理论以往的形态来说，头肩底形态是经常是出现在相对的底部，在相对的高位出现，这是非常少见我这从业这么长时间，我可能也就是第2次第3次见到这种形态。那对于这种形态的后期走势总结并没有太多的一个规律可循只能说是我们现在必须还是要跟随这个多头趋势整体往上看。你说如果它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头肩顶，那对于我们来说的话还具有这个参考性，对吧？那我就知道后期反弹到肩线是做空的位置跌破颈线也是做空的位置。那一直往下看，这里反其道而行，出现了一个头肩底头肩底。那么从目前的走势来看，继续向上突破的概率非常大。但是对于后期整体的上涨目标，上方并没有以历史的参考 K 线，那只能通过其他的途径，我们来考虑上方的压制在哪里。首先我们考虑突破颈线的位置我们先看颈线的位置是在哪里。颈线的位置大概是位于这个118附近。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个头肩底它的肩线的位置，肩线的位置是位于78中间这个区间大概是40美金的空间。那如果突破这个头肩底的颈线，也就是118的话，那向上的压力目标那就是应该是118加上40等于158美元就是突破箱体之后1:1的一个比例关系。这种1:1的比例关系在波浪理论当中也经常会遇见到，也会经常会用到，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我们就要借助这个波浪尺了。那可以看到，如果按照上涨等距的关系的话，那么目前最近的压力是在1倍的位置，也就是 141.60 附近。通过上述的2种我们的所谓的测距的一个方式，那就知道上方的压力目标分别位于 141.60 或者是158，同时158又非常临近 1.382 倍的位置 166.80。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次如果上涨突破前高之后上方潜在的3个所谓的压力目标。对于这个后续这个头肩底形态出现在相对高位，那么多头后期还能继续再涨多久，那我们需要观察，也算是把这一次的这个形态作为一个案例，我们后期去跟踪一下。但是整体走势目前来看，多头的动能可能会比较强现在唯一能从月线上知道的是，前期从2000年到这个2021年无论这边是 A 也好 B 也好A 也好或者 E 也好，它是已经完成了 A 或者是一浪。那中途向下这个调整呢，那目前我们只能是暂时先定义这个 B 浪或者是2浪。当然以我以往的一个性格来说的话，我可能此处不会完全按照1、2、3去看，更多的可能会先是按照 A、B、C 这样的角度去考虑。因为上方没有历史参考的 K 线形态也没有历史点位，所以这边突破前高之后创出历史新高，只能说是走一步看一步。
至于涨到哪里，也只能说是通过波浪尺去测算，突破一个位置再看下一个位置，突破一个位置再看下一个位置，并不像之前中途的 A 浪走完这个 B 浪反弹，我们会大致直接会给到一个区域，或者说是之前的这个2浪走完，那么大致能推算出通过1浪2浪的比例关系能推算出3浪的一个目标点位，因为这里目前只是看到的是完整的一波上涨，除此以外没有多余的一个信息。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下午关于这个美股网易这只美股它的一个特殊形态的一个分享。那么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也可以继续给我留言。我们主要研讨推演的品种范围是美股、港股、期货、数字货币以及金银油。除此以外的品种，比如国内 A 股，我们暂时不涉及到。好，今天下午的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